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你搬不动100斤的大米？真的是因为大米太重吗？如果我告诉你，重量根本不是物体的天生属性，只是宇宙给所有粒子套的一层无形枷锁呢？更炸裂的是，科学家已经在实验室里把这层枷锁撬开了，让电子以光速飞行，完全挣脱了质量的束缚。可问题来了，既然能让微观粒子变无重，为啥我们至今没有飞行鞋、无重背包这种黑科技？是的，物理学家认为，我们宇宙中的所有粒子都有类似被浓稠蜂蜜困住的感受，我们称之为质量。我们觉得重量是任何物体的固有属性，无论是一杯咖啡还是一颗巨大的行星。但如果我们可以简单的关闭这种蜂蜜呢？在过去的几年里，科学界在秘密实验室中逼近了这个大胆的想法。利用最新技术，科学家们创造出了令人惊奇的材料。在这些材料内部，物质突然忘记了自己的重量，电子开始以光速飞行，无视所有障碍。但如果我们已经学会了欺骗微小的粒子，为什么我们还没有飞行鞋或无重背包呢？今天我们将探讨物理学家是如何尝试剥夺物质的主要属性，他们在过去几个月里做出了哪些不可思议的发现，以及为什么无质量物质不再是纯粹的科幻，而是迫在眉睫的未来问题。2025年3月，整个物理界炸了。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搞出了一种叫碧玺的黑科技材料，稳定的无钼单原子层结构，直接被评为年度最大突破。简单说，就是把普通金属压成只有一个原子厚的极致薄片，这下游戏规则全变了。在这个 flat 到极致的二维世界里，电子直接变身成了1929年就被理论预测却刚被实锤的狄拉克费米子，完全没有静止质量。普通电线里的电子像没头苍蝇，撞来撞去，发热又减速，但在碧玺里，它们跟光线似的穿来穿去，几乎没任何阻碍。这全靠碧玺那扭曲的像蛋壳包装的特殊结构，直接让粒子失忆，忘了自己的重量。更牛的是，这逆天效果在室温下就能稳住。以后的处理器用它做，速度是现在的几千倍就算了，还几乎不耗电。毕竟粒子不用再跟自己的惯性较劲了。2026年，一群国际科学家干成了10年前还被骂纯数学瞎想的事，让物质只在一个维度里存在，互动。给你打个比方，3维世界里的粒子就像广场上乱撞的人群，挤来挤去全是阻碍。但1维世界就像一条只能单向走的窄走廊，物理规则直接刷新。在3维里，粒子撞来撞去交换能量，这混乱劲儿就让它们有了有效质量。但科学家用复杂的激光陷阱和纳米管把电子排成了整整齐齐的长队，这下经典物理直接失效，粒子彻底丢了惯性质量。最惊喜的是，这些电子变成了汤姆纳格液体，不再单打独斗，而是像声波一样整整齐齐集体移动，分子几乎不动，但脉冲瞬间穿过去。就这么着，粒子能在宏观距离上跑，一点能量都不浪费在发热或阻力上，等于造了一条光速绿色通道。这可是给量子电缆铺了路，以后传数据不仅没延迟，还能光速跑，完全不用被质量拖后腿。我们从小就被灌输一个物理铁律，有引力的东西肯定有质量。比如地球能吸住月球，就是因为地球够重。但理查德·刘教授的一篇论文直接把整个物理圈炸翻了天。他用数学严谨证明，哪怕一个地方连一丁点物质都没有，引力照样能单独存在。这就好比把压在橡胶布上的球拿走，布上的凹陷居然还留着，这些就是时空本身的隐形褶皱或超薄膜，也就是所谓的拓扑缺陷，没质量却有超强引力。这直接改写了我们对物质的认知。以前觉得质量是引力的源头，现在才知道质量可能只是时空弯曲的表现。2025年，天文学家已经开始找证据了，盯着遥远恒星的光，看它会不会在连暗物质都没有的空旷宇宙里弯曲。要是这理论实锤，我们以后搞悬浮，搞超高速移动，可能不用费劲搬重物，直接操控时空的形状就行。这可是从研究物质转向研究虚空的根本性革命。虚空居然能像重东西一样有引力。
今年5月25日，达勒姆学院的物理学家抛出一个理论，直接让整个学界重新审视质量从哪来。我们都知道，宇宙里 85% 的物质是连影子都没见过的暗物质，全靠它的重量拉住星系不让散架。但新假说直接推翻了原始暗物质的概念，早期宇宙全是超高速的无质量粒子流，跟普通光差不多。科学家把这状态叫宇宙的热咖啡，烫，能量满，还没重量。但随着宇宙膨胀降温，就像蒸汽凝结成水，发生了一场全球性物理故障。这些光粒子靠自旋互相吸引，成对粘在一起。这一瞬间相变发生，能量直接冻成了质量，速度骤降，热咖啡直接变成冷燕麦粥，就是我们现在找破头的沉重暗物质团块。最关键的是，这证明了质量不是永恒的。大自然能把光变成重量，那反过来肯定也能。说不定未来我们能找到办法，把普通物质的质量给融了，让它变回无重量、超高速的能量状态。你觉得未来我们能靠这项技术实现光速旅行吗？中微子被称为幽灵粒子，真不是吹的。每秒钟，你身上每平方厘米的皮肤都有300亿个中微子穿过去，却连一个原子都碰不到。它们在太阳核心遥远恒星爆炸里诞生，质量小到物理学家吵了几十年，这玩意儿到底有没有质量？后来美国的 LEOX 和 Zeppelin 实验找暗物质的灵敏度高到离谱，居然碰到了中微子物，探测器精确到能记录以前完全擦身而过的中微子背景噪音。这可是个转折点，中微子几乎快到无质量了，研究它就能解开物质怎么获得重量的终极谜题。而且这研究还能搞出黑科技，比如中微子通信，不用卫星，不用塔，信号直接穿地球，没延迟，没干扰，甚至能靠它看宇宙最偏的角落，或者直接透视地球另一端的核反应堆。说白了，中微子就是连接重物质世界和纯能量光世界的桥梁。现在我们离跨过去越来越近了。拓扑绝缘体绝对是物理学家手里最离谱的材料，就像一块普通塑料，内部绝缘不导电，但表面突然变成了电子的超高速赛道。2025年，研究人员搞出了大突破，找到一种不用超低温、不用强磁铁就能工作的拓扑绝缘体。核心秘密就是边缘态，材料边缘的电子直接变身无质量的狄拉克粒子。普通铜线里的电子像喝醉酒的行人，撞来撞去，发热又掉速。但拓扑绝缘体表面的电子被几何和量子法则保护着，根本撞不了，也回头不了，只能光速往前冲，跟没质量似的。2026年，科学家已经开始测基于这材料的芯片原型了，以后的处理器效率是现在的几十倍，还不发热。要是能把这效果放大，手机电池发烫，电脑卡成狗的日子可能再也不会有了。因为电流在里面跟真空中的光一样，跑起来毫无阻碍。2020年10月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一个能让整个电路变幽灵的实验——量子隧穿效应。啥是量子隧穿？就像你把网球扔向墙，它没弹回来，直接完整出现在墙另一边。以前大家都觉得只有单个几乎无质量的微观粒子才能干这事，但获奖者证明，特定条件下，一群电子能在约瑟夫森结里集体隧穿，变成一个无质量的整体波。为啥说这是欺骗物质？因为隧穿的时候，粒子直接无视惯性和电阻定律，穿墙根本不花时间，等于绕过了重量的阻碍。这直接给新一代量子计算机铺了路，不用靠脆弱的单个原子，用稳定的电路就行。现在科学家都开始讨论，能不能把隧穿放大到宏观物体。要是能成，以后传能量、传物质直接穿墙而过，还能暂时把它们的重量给消了。物理学家搞出了一个幽灵粒子概念，准粒子。它不是真的物质碎片，是一堆原子集体行动，看起来像个固体。比如声子就是声音的粒子，极化子是光和物质的混合体。2025年，科学家把这些幽灵玩明白了，直接让物质和纯能量的边界彻底模糊。比如声音穿过晶体，其实是有方向的声波，声子。研究人员发现，特
特定条件下，声子能像有质量的粒子一样碰撞，传动量等于能用声波造出固体，但一关振动源，这固体直接消失。2026年的极化子突破更牛，这玩意儿一半是光子，一半是电子，普通光没质量，穿来穿去互不干扰，但把光变成极化子塞进特殊半导体三明治里，光束居然能像台球一样互相反弹，最后搞出了液态光，能倒进杯子里，还真有质量。最绝的是，科学家能靠调激光随时改它的质量。要是能把这些粒子拿出晶体，以后就能用光造临时工具、机械零件，强度像钢铁，却几乎没重量，这简直是科幻照进现实。那为啥我们至今还没有飞行汽车？核心难题就是微观和宏观的鸿沟。我们聊的所有无质量奇迹，比如无摩擦电子、量子隧穿，全是在单个粒子、原子层级发生的，这就是可扩展性问题。你能让一个电子变无质量，但一辆汽车有亿个粒子凑到一起就开始乱撞，互相干扰，脆弱的量子状态直接崩了，魔法效果瞬间消失，物体又变回沉重的样子。这就是物理学家说的退相干。第二个难题就是无处不在的希格斯场，这就是包裹宇宙的隐形糖浆，粒子一碰到它就有了质量。要造无质量机器，得给它围个真空泡沫，彻底隔离希格斯场。但要是真把宏观物体的质量关了，它可能直接炸成光速四散的基本粒子。最后就是能量问题，现在造无质量条件，比如超低温、强激光，得用一整个发电站的能量，投入比产出多几百万倍。所以未来10年，物理学家的核心任务不是找无质量物质，而是搞懂怎么让它在我们这个嘈杂、温暖又沉重的世界里稳住，别一不小心搞成核爆炸。我们已经破解了物质的密码，但目前的技术还撑不起运行这个密码的硬件。其实这背后是人类对宇宙底层规则的终极探索，从被动接受质量到主动操控质量，每一步都在改写我们对世界的认知，甚至可能重新定义物质本身。如果你也对这种颠覆认知的宇宙干货感兴趣，别忘了点赞加收藏，关注我，带你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锁宇宙的终极奥秘。